嘿，大家伙儿早喽！4月7号星期五，马上周末了啊，看又下雨了，从前天晚上开始下，然后昨天早晨断断续续下了一会儿，白天没下，晚上又下了一夜，现在还下着。正好不是前两天有小伙伴问下雨天怎么训练嘛，就还是一切如常。而且这边雨相对干净一些，就地下没有那么多土。毕竟城市化的可能更厉害一些。要是其实在北京，在室内我也没事儿，在郊区要赶上下雨下雪，穿一双旧点的鞋，否则回来还得刷。像刷鞋也不用拿刷子刷，我就直接拿水冲，把上面的泥都冲掉，晾干就完了。连着聊了好几期跑步的事儿啊，就是具体训练的事儿了。今天咱们聊聊报名比赛的事儿。我正好看有评论区小伙伴在有这些的问题，有的小伙伴想尝试一下国外的比赛，是不是？分享我的一些小经历。希望下雨这个镜头少拍一会儿，因为这时候这个充电盒是打开的状态，千万不能坏。那一会儿聊啊，加油干！今天抱歉了啊，可能镜头上又会有水，没办法。雨还在下，中雨吧，差不多算是。想报名国外的马拉松啊，是这样，我觉得我之前说过这个观点啊，不管什么年龄，掌握一门外语都是一个，它不能说是一个坏事儿，因为有时候翻译的和真正看到的感觉不一样。这个我刚才想了半天怎么表达我的这个感受，就是我有时候跟家属闲聊，我就说，你看咱们脑子里想一件事儿的时候，出现的是一个有逻辑的东西，甚至很多时候会出现文字，你的母语。那么不认字只会说话的，就我们所谓的文盲，他们是怎么思考的呢？脑子里是什么样呢？好像不太能想象得到。大家同意我的观点吗？所以我们面对一门完全不知道的语言的时候也会这样，会慌张，然后也会有一些问题。但是现在其实翻译再加上人工智能是很准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它并不是学会了一门语言，是学会了一种思维方式。就像很多人说，像我的行业，比方说我是做软件开发的，互联网，说这些写代码的人脑子都跟普通人想法不一样，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一样才开始写代码，是他和计算机语言之间的学习和共同的伴随他的工作生活互相影响成这样的。因为语言也是人发明的嘛，对吧？它都是互相进化的，它就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恰恰在逻辑思考上有优势。像有的人说，不同国家不同的人性格有很大的差异，它也并不完全是因为基因的问题，也跟语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声音本身，声音的属性对人就有感染力。那我完全是日文的门外汉，现在多邻国已经连胜将近280天了，还在努力中。国外马拉松报名都比较早，首先这些年啊，国内原来也不这样。我记得最早我参加北京马拉松的时候，也都是互联网，甚至还有线下填表。现在都是手机 APP 或者是微信。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咱们先不能说谁对谁错，只是其他地方不这样，大多数地方不这样，大多数地方还是比较原始，就是官方网站，用电脑看会比较好的取得信息，这是第一。第二呢，报名时间，大多数国外的马拉松报名时间都很早，像有的马拉松甚至比赛完第2天就开启了明年的报名，因为它已经可以确定具体的举办时间、举办地点等等。这个也给国际旅行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因为你不可能
提前1个月知道哪有一个比赛，你报名、办手续、买机票、订酒店、请假、安排工作，对吧？不现实。所以现在大家在竞争第7场大满贯赛事，据我所知的有南非、成都、新加坡，可能还有黄金海岸。新加坡首先我觉得可能性不太大，除非是为了那个概念，就是它是晚上跑。成都的可能性就目前看也有难度，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因为在我国有很多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能提前那么早确定。前2天我参加的东京马拉松是世界大满贯的第6场，以前是5星跑者，不是6星跑者。东京马拉松好像是90年代才有，到现在可能只有10几年的举办的历史。北京马拉松好像已经超过40年了，东京好像是刚创立没多久就变成了第6大，但是它有其他原因，就是世界大满贯需要在亚洲有一场，在东亚有一场。那个年代其实没法选择，对吧？东京马拉松也是报名很早，各种赛前的指引都很仔细，但是就算今年它也和我2018年、2017年参加的那些其他的大满贯赛事比，要不成熟的多得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非常建议大家出去看一看历史悠久的马拉松。像波士顿马拉松今年是第127届，127届啊，好像是战争年代都没有停过，好像只有新冠停过一次，好像是。这就很了不起。而且波士顿马拉松有很多的历史性的时刻，还有值得被铭记的事情。所以我非常鼓励大家出去看看。比较简单的，像柏林，像很简单，报名抽签就行了。而且呢，您到了柏林呢，也没有太大的语言压力，因为虽然他们大部分可以讲一些英文，但是毕竟母语不是英文，您和西方国家去的人所受的语言待遇差不太多。就像我在日本和最近满大阪的这个外国游客一样，压力瞬间变小。柏林抽签相对容易，然后2小时45男子可以直通。另外呢，各种的慈善名额也很便宜，像国内能做到2000多一个人就包名额，但是不管住宿和机票啊，就等于你花2000多买一名额，你自己报名好像也要100多欧呢。就抽签儿，波士顿200多刀，纽约好像也是200多刀，芝加哥好像是100多，东京是2万多日元，就是也是1000多人民币了，都不便宜的。所以大家就看各个赛事的官网，如果他今年已经启动了报名，或者报名结束了，你都能看到报名的那个入口，并且告诉你什么已经结束了或者怎么样。如果还没启动呢，有2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他还连预告都还没有，这就不用着急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已经有预告了。大家可以去 Google 或者百度一下这些比赛历史上的报名的什么时候开始，基本都在那个时间段，那时间段去看就行。报名周期很长的，都不是先到先得，都是抽签儿。中国有机会能抽到的，柏林、芝加哥、纽约、东京，这是很有机会能抽到的。相比纽约可能难一些，伦敦几乎不可能抽到。
本地人都很少，因为伦敦是一个有名的慈善马拉松，就是要花钱的，而且很贵很贵。国内基本上至少15000以上吧，一个名额至少应该。差不多就这样，报名的流程跟国内是一样的，在线填表。然后他们验证你的报名信息其实很简单，就是大多数时候只看姓名和生日，还有你的 photo ID， 就是有你照片的合法的证件，甚至不一定是护照，只要是在他的国家合法的就行了。一般你就拿着护照，护照上有照片，对吧？有生日，有名字。注意姓和名别写反就行了。然后很多马拉松报名上你填一个成绩来区分你的起跑区域，那个大多数马拉松是不查的。我参加柏林那年就有一个小伙伴在当时一个群里说，在精英选手边上出发，他填成了半马成绩。那说明半马不够快，因为半马够快就被识破了，是不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好好填，正经填，因为像我这个身材，我到了西方国家，我是会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的，就感觉不是一个人种，这撞你一下真的受不了。你们看我东京马拉松最后那1公里前面的那个，马上要完成第6场那个特壮的那个大汉，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跑那么快的，那感觉有2个我。之后填表就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了，联系方式什么的现在都不重要，现在都是电子化的了。像以前东京还要给你寄东西，现在也都不寄了。然后就是很多比赛在报名的时候就可以选是不是买全套的照片，还有完赛 T 恤。完赛 T 恤大部分都是要自己花钱买的，建议大家就都勾上，因为有优惠。你出国参加一场比赛，怎么着也得带回点东西，留下点纪念。其他的就没什么了。至于姓和名，现在也不太容易填反了，因为以前世界还不是像现在这么的互相了解或者互相照顾，那时候都是说 first name last name， 现在很多地儿已经说是比方说 given name 或者是什么的了，你一看就能明白哪个是姓哪个是名，不用再纠结顺序了。报完名就等着某一天的深夜，手机收到一条扣款的短信。这提醒大家一定要有支持多币，并且支持 Visa 或者 Mastercard 通道的信用卡。这个真的没办法。而且呢，你要提前跟银行说不要给你封控，因为有时候这种刷卡会被银行给封控掉，因为他一看半夜，又一看是境外，又一看是在线，他会先给你停掉，再联系你。不过大部分马拉松会有邮件通知你没扣款成功，只不过我没有经历过。他们都是先把信用卡填上，有一个$1的授权的测试，如果当时那个测试没问题就行了，并且你要保证在报名抽签结果之后，在交钱的扣钱那时候你的信用卡没过期就没有问题了。我纽约中签那天就是早上起来一看有一个200多刀的消费，一看是纽约路跑协会就行了。4月7号星期五清晨6点57训练结束啊，今天就开始减量了。这个周期不跑21了，今天跑了18，1小时26，平均配速4分47，心率143，功率213，步频194。
赛前1周基本上到10天这时间开始慢慢减量。我说的是全程马拉松啊，半程马拉松无所谓。全程马拉松赛前10天，就是赛前的2个训练周期，对我来说，我2个训练周期一共是8天，今天是我的第1个训练日，然后我还没有看日子，应该还要调整一下训练日的安排。逐步的往下降，90%、80%、70%，到最后那1周或者最后那1个训练周期降到40%，你平常的训练量加强度就挺好，行吧？刚才这个相机没电了，没说完啊，就是扣款这事儿，反正大家把扣款的方式准备好就行了。我个人现在还有一些比较想去的马拉松，第1个是黄金海岸，第2是布拉格，第3个是美国的 CRM， 这3个我是非常有兴趣的，尤其是布拉格，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那种石头一块一块石头蹲在地下那种古老的那种街道的感觉，行吧？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下雨都湿透了，帽子刚才一直还在滴水，我找了一个有房顶这样跟大家聊最后这一块，还是祝大家能对生活健康平安。周末就是北京副中心的马拉松比赛了，所有参赛的小伙伴好运，好运，好运，好吗？那这么着，咱们加油干，明儿见。